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罪恶战士一代》。游戏的一开场就能够看见剧情，有一个叫做肥蟾蜍的组织，绑架了很多的妹子，作为卧底警察的主人公去营救。那他们绑走了多少呢？绑走了15个呀！这我能忍吗？这不能忍啊！而且我相信，像我这样善良、正直、勇敢的人，把他们救出来之后，他们会用某种方式来报答我的。这款游戏是科乐美1989年出品的，年代非常早了。游戏大体上分3个版本，美版、日版和世界版。其中美版和其他2个版本区别较大，因为美版投币之后，你的人物是没有血量的。血量用一个数值来表示，而且这个数值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进行倒计时。这个听起来就非常像之前我给大家录制的变形战士，而且美版少一个攻击按键，就是向后踢这招。这招清小兵是非常好用的，尤其是咱们有连发键的情况下，所以美版的难度是最高的。日版和世界版的区别不是很大，日版里边加入了比较多的擦边球的元素，并且日版的手枪弹药数是有限的，世界版是无限的，除非你的手枪被对面的小兵打掉了。我玩的版本就是世界版，最简单的一个版本。为什么采用世界版给大家录制呢？方便，比较流畅的给大家演示整个流程。这里遇到的就是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只有一招，就是抡啊！你要等他把胳膊抡酸了，然后再上去打他。踢了3脚，他抡的这个范围应该是比他的贴图要小一圈。屏幕的左上角就是我的得分和血量。血量满格是4格，我现在是3格，说明已经被打掉了1格了，受伤了。咱们每一格血大概可以承受3到4次攻击。我现在是空着手打 BOSS， 所以说效率上要低一点。很多时候也是没办法，因为这款游戏有3个道具，分别是匕首、棍子还有手枪。但是你持有道具的情况下，一旦被打了，手里的道具就飞了。咱们拿着匕首和棍子的时候还无所谓，但如果拿着手枪被打掉了，就非常可惜了。该第2关了，上了地铁了。这款游戏流程是8关，还有一个隐藏关。如果咱们通关了，看完了通关动画之后，会有一个场景，这个场景是7个 BOSS 一起上，那个难度真的超级的高啊，严重的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的边界，所以说那关呢就不能给大家录制了。如果有高手过了那关的话，那游戏会进入2周目，2周目再通关的话就没有隐藏关了，游戏结束。这款游戏我录制过2代，《罪恶战士2》，2代的画面效果又更好一点，可以选择4个人物，而且4个人物的区别比1代要大很多。我现在玩的是一个2人机台的版本，但实际上当年这款游戏的各个版本还出过专用的4人机台或者是转换的套件。也就是说可以最大4人联机，但是4个人选的角色没有任何的性能区别。日版和世界版的操作键是3个，一个拳一个脚，还有一个就是后踢。敌人倒地之后上去按脚也可以进行追打。这个操作2代也延续下来了。
打到这关，我就发现世界版和日版在关卡的敌人安排上也有区别。日版里边有一种非常猥琐的敌人，在2代里也出现过，就是抱着路灯杆在那儿做猥琐动作的那个。世界版里就没有了，而且世界版的第2关就开始给手枪了，日版应该要等到第3关。这款游戏我是开着连发键的，但是我发现连发键开到最快，反而没有第2个档好用。这个让我想起了红白机的双截龙2代。之前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我使用红白机的模拟器玩双截龙2代，怎么用不出来飞膝盖啊？”其实用飞膝盖的时候，咱们的连发要开到15毫秒的档位，你就能够用出来飞膝盖了。这里的手枪要注意抢下来。它的攻击范围是整个屏幕，一条线。抢下来之后，打敌人3下，可以导致敌人倒地1次。3枪的攻击力大概相当于1棍子，虽然攻击力比较低，但是它长啊。你想想，你的枪比较长，是不是就具有优势呢？1寸长1寸长，越长就越强啊！这就是第2关的 BOSS。这个家伙打他的话，如果咱们手里没有枪，就近身和他周旋，他的斧子砍在地面，拿不起来了，就是咱们攻击他的机会。第3关手枪已经消失了，这一点其实特别不好，道具过关之后是没办法继承的。但是日版和世界版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过关之后你的血量回满。因为美版的话，过关之后会给你回复一定的数值，这个就不一定回满了。而且美版有一个很坑的地方，你如果想直接涨数值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少年，你想一下，你不充值能变强吗？你想要直接涨你的数值，就需要投币，每个币涨110点血。而且还有一个坑的地方，如果你投币最后投到了9990的话，你再投币会从9900开始重新计算。这一点我在模拟器上试过，投了90多个币，生命数变成了9990，然后我又投了一个，发现变成9900了，不仅没多还少了，超级的坑啊！这关的枪给的比较早，所以这关的难度就不高了，但前提是你把手里的枪保住。上面有一个门，那个门是陷阱啊，大家千万不要走过去啊，千万不要啊！哎，但是我的方向又坏了，我的手不受控制啊！这把我拍在墙上了。美色真是如狼似虎啊！别说看了，连想都不要想啊！这种陷阱还是让我来中吧，我替大家受过了。掉了一把枪，刚才那把丢掉了。
这个壮汉有一点像双截龙的阿波波。跳起来飞脚这招是要按 AB， 拳和脚一起按。如果你不按方向的话，那是飞膝，但是它这个飞膝比双截龙差多了。出现攻击判定非常的弱，攻击范围小，枪的攻击距离虽然比较远，但是感觉 Y 轴覆盖的范围比较窄。右上角那个就是 BOSS， 大家看啊，他在喝汽油啊。武器是一个锁链，和他保持距离，不要让他把我的武器打掉了。我想利用一下这个消防栓把他卡住，但是感觉他不太上当。这也太抗打了，穿的是防弹背心吗？这款游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我估计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玩了，但是忽略了。就是不管是敌方的小兵还是 BOSS，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他突然进入到了一种脚步非常飘忽的状态，看起来人物在颤抖，这个时候就说明他的血量已经见底了。这个时候如果咱们采用试探攻击的话，往往是不奏效的，你发现打不中他。但是如果咱们冲上去了，近身和他打的话，发现一招就能够把 BOSS 或者是这样的小兵了结。大家注意看，现在这个小精英怪就是这种状态，咱们冲上去他都不会还手了，你一套就能把他解决。对面这个压路机真的是六亲不认啊！哦，这里上来好多人啊！我就站在角落，使用后脚。转移阵地吧。这个棍子不错，我想捡。消失了，这消失的也太快了吧！棍子在地面会消失，这是什么操作呀？什么原理啊？可能是游戏的设计者啊，觉得棍子放在地上不消失的话，占用游戏的资源。你看咱们打倒的敌人都是闪光之后消失了。前方这个场景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这个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，通关一周目大概要打半个小时以上。红色的这个家伙会冲刺啊！我的血量已经不满了。感觉对面倒地之后，我极限大概能踢7到8脚。BOSS 来了，我手里的棍子要保住啊！这是打 BOSS 的利器，打一下就跑。挥棍子这一下不能早也不能晚，挥早了正好是咱们硬直的时候 ，BOSS 冲上来；挥晚了直接就挨打了。好消息是，现在这个打法打后面很多的 BOSS 都通用。
坏消息是，咱们几乎只剩下这一种打法打后面的 BOSS 了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破绽了。这关打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